Bitcoin 50K bottom bout continues to hold on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17号，还是一样，希望粉丝朋友 15K、16K 有听我建议抄底比特币做对的多单，继续给我抱住哦。那不然今天视频再来聊一下，有些朋友开的杠杆倍数50倍，目前的利润是超过10倍，短线也是在担心它会不会回撤，是问我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。那我等一下用美元指数周线的一个图形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类似目前比特币日线的图形，它 KD 是非常强势的结构，也是事隔半年，当时在这个位置穿过80的时候，希望朋友们你一定要给我抱住啊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，利润一直爆到目前的2万亿，可以观察一下，它是事隔半年这个 KD 才来到80上方，根本就不想破80。就类似去年的7月份，或者是去年的10月份，这个位置穿80，一波大涨；这个位置穿80，一波大涨。你要报到这种位置的利润，到时候看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，或者是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。其实美元指数的周线就是跟目前比特币的日线，它是倒过来看的。以及短线如果还想再操作，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昨天提到的那个知识。布林线包括 Vegas 现在4个小时里面全部都走好，但是4个小时的布林线却是开始震荡，所以我昨天是再教大家那一个方法，1个小时你去观察布林线破下轨的位置，那昨天这一个低档是不是破下轨？你如果短线客要做或者是在吃肉，上轨可以平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4个小时它目前是在震荡的结构，或者是以太坊是不是在震荡的结构也是一样啊，包括狗狗币，目前要怎么去观察，等下来跟大家讲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 15K 是怎么抄底的。在2个月之前我是有分享的这么一个视频给大家，当时是利用这一半一半的分面划开来跟大家讲。2020年3月份，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比特币崩盘，它是有一个多方抵抗的拇指线，也就是运线。那 FTX 是交易所爆发的时候，这边也是一个插入线，是有跟大家讲到，当时它是有2次压回的这个低点，比特币也是有2次压回，但是它后面是再一次压回，就是底部是在这个位置给大家命中了。一直在这个区间的时候，就是跟大家讲，它这边是多方抵抗，有一次2只脚的压回上去，它再给了一只3只脚。所以我估计朋友也可能也是在这个位置听我建议有买的，因为当时日线是有一个背离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有背离吗？没有哦，这个指标根本就没有背离啊。当时在这个位置破位就是一个背离的买点，我自己也是在这个位置买的，仓位还可以啊。所以也是跟大家讲，你如果担心的朋友，你就去修正它的支撑位，然后在晚上睡觉之前设一个止盈的防守位，也不至于就是早早的。有些朋友真的是可惜哦。笑呵呵昨天是在跟我聊，他是说这一波没有听我的建议，抱住后悔莫及。他开的杠杆倍数是非常的高啊，125倍，$16,500左右开的多大。如果有听我的建议，他是说这一波已经有几万美金的利润，可能这个年什么都不用去管，天天到处去玩就可以啊，或者是明年都不用上班了。就这样子啊，就这几根，在这根还是这根位置就给平掉。我一直在讲你要爆，一直爆到现在还是在爆，不要平啊！如果担心的朋友，我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一个方法，你看到大长 K 的时候，睡觉之前你担心它会回撤下去，一半的支撑位设一半的防守位，不要全部平。那你这样子睡觉也安心，因为至少它趋势都已经出来了，要平它干嘛？还有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这一根一半的位置也回踩嘛，这一根一半的位置也回踩嘛，都没有啊。所以要设保守性的止盈，那你设一半的仓位在这个位置，如果它真的跌破的时候，给它平一半，还有一半你就安心的睡觉。那我昨天是跟朋友们讲，短期比特币有可能是会开始震荡啊。至于日线，我的观点还是不变，因为它目前的 KD 是非常的强势，根本就没有背离的结构， MACD 也没有背离的结构，只是短期这个位置估计会震荡，因为4个小时开始出现背离的结构，价格在过高，
指标是在背离，但是背离也不是说明它真的价格就要这样子继续往下跌，或者是再去破低点。背离有可能只是在这边要画矩形开始震荡。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估计比特币整个日线这边要进行3周的整理，因为去观察周线的整个形态，我们去观察一下2018年的时候，当时这一个底部起来，这边也是一个门神的一个形态啊。这一根跟这一根就类似于2个门神在呼应，下面的底部全部都是横盘的区间，所以这个位置周线里面它横的时间是更长。上去以后门神突破，这边是在震荡了3周，然后才会有一个突破。那现在的一个走势，我的观点，包括也是接近年关啊，马上要过年，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都有钱赚。我估计这个位置可能会震荡。那我们要继续赚钱，如果4个小时要再继续吃肉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目前的趋势。早在很早之前就跟大家讲，这个位置开始都趋势已经出来了。你等到这种位置看到它4个小时的 Vegas 144开始要金叉这个576跟676确认的时候已经迟了，你至少要在这种位置都能看得出来，它4个小时的里面的形态是不是要开始走出来。那现在上来的话，趋势已经非常明显。我的观点是你只能等压回，还要再做多，不能做空啊。做多的话就只能找它，有没有下轨的位置，那就是找1个小时的布林线。布林线我们先观察一下4个小时哦。4个小时从这个位置就跟大家讲，它已经出趋势了，那你要找压回的点位去买。那昨天是再跟大家巩固了这一个知识。既然4个小时有趋势的时候，你1个小时找下轨破下轨的位置买，都会有高点给你去平仓，下轨位置买，高点去平仓。当然我没有做的这么短，我一直在报长线啊，所以是跟大家讲，你如果看短线趋势跟长线的一个趋势，最近短线要做的话，还是会有利润给大家。破下轨买，出上轨平啊，破下轨买，出上轨平啊。那这2天也都是只能这样子啊，就是你不能去追，因为我估计上方是有压力。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，就目前的位置在 22K 附近，也是下一步可能布林线上轨也是要接近这个 22K 附近，这个位置啊是非常的接近，因为当时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大量崩盘的位置，就这个位置啊，我们看4个小时的这个位置啊。就是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崩盘的位置，下方是有个量，所以我观点是这个位置在$22,000附近有一个压力区，而且这个位置的压力也是在周线里面。昨天有在社群上面有跟朋友们发了一个观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形啊，就是周线它既然布林线是在横盘的结构，它这一波会突破这一个周线布林线的上轨吗？我估计可能性很小，因为昨天也是在跟大家讲，多单还是继续报，但是短线要搞的话，你看盘中有没有压回，就是不要去追，而且上轨也是接近昨天视频提到的这个$22,000附近的压力，加之春节可能涨多的资金它也是会休息，不一定会再拉。那我们看一下周线的布林线是这样子啊，它就是价格很接近这个上轨的位置，如果上轨的位置能不能突破，要取决于这个 KD 指标的位置哦。这个低值目前还是在50下方，所以我估计这一波它不会强势突破这一个上轨。当然也是有可能啊，如果要上去的话，除非就是资金一直往上堆。因为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已经开始缩量了，从4个小时也是可以明显的观察到，上攻的时候量能开始比这边的量要缩了，既然整个量有开始在缩的结构，你看横向震荡为主，估计春节的话可能不一定会有量，还是在这边震荡。然后如果朋友们担心它价格会不会下去，我的观点是我们先看一个矩形，这个位置矩形要整理到什么时候，时间会不会3周，整理到位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矩形整理到位，有没有可能一次破位然后再上去。因为以往的经验，在底部当时的时候也是经常有一些位置破位上去，破位又上去，或者是这些位置也是破位，横向矩形破位了又上去。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看矩形还有没有破位的位置，你如果是超短线日线的交易者，就是1个小时有没有破下轨的位置，也要设保守性的防守啊，止损也要设好。然后一些朋友开的50倍的杠杆，担心它会不会下去，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整个美元指数。
当时周线是有跟大家猜到一次114的这个高位，主要就是这一根倾斜的压力线，这个位置是在04年或者是05年、06年的这两个低点连到09年的这个高位，压力过不去，15年、16年、18年、17年的这两个高点也是过不去，然后这一次是在22年的高位过不去。现在周线是非常的明显，在更早之前我就跟大家讲，美元指数既然是在空头的结构下，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去看空那一个比特币？它对比特币来讲就是一个大利好啊！早在11月份、12月份就已经破了这个矩形的位置，还有很多人在看空比特币干嘛？那我想跟大家聊到一个知识，就是刚刚想跟大家讲的，这个周线美元指数它是不是事隔半年多来到这一个20下方，非常弱势的一个20下方空方的一个动画区，超级弱势的一个动画区。所以只要美元指数在周线里面一直在动画，没有反到20，就算它反到20，我是相信比特币趋势在的情况下，它也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，在日线或者是4个小时里面的比特币会不会有一个空方的败象，到时候你再看要不要偏，因为现在没有看到空方败象的迹象。那其他的币种我想再跟大家聊一下以太坊其实也是一样啊，整个日线以太坊在6月份左右的这一个位置崩盘的位置是有一个压力位，然后它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一个区间过不去，甚至再一次去的时候也过不去，这个位置也是因为这个位置过不去，所以短期这个位置我是觉得它可能会震荡一段时间，到时候看会不会去挑战这个压力，压力挑战完有可能也是会在震荡，因为目前也是在缩量的结构，缩量那我的观点是可能是在横盘，至于支撑位就是这个1500，然后上方的压力就是1600到1700的这个区间啊。然后短线你如果要做，也是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，它布林线的下轨目前也快来到1500附近啊，所以你如果真的超短线要做的话，就类似这一个方法，1个小时布林线下轨可以买，有高点你就给我平仓掉，这是超短线可以吃肉的一些手法啊。那然后我们看一下狗狗币，我的观点还是维持昨天的，目前还是在区间震荡，这个矩形翻上去，目前是在这个矩形里面来震荡。不要去追，因为昨天跟前天也是跟大家讲，这个位置在0.093附近，就是这个上影线的附近，是在这个矩形的下沿，这一根 K 线的下沿，这一根 K 线的下沿有一个压力区。那为什么它会这么焦灼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日线的 KD。我前面不是跟大家讲，它这一次 KD 结构跟比特币不一样，比特币它是早都已经过了这个80，但是狗狗币就是这样子，你不要在指标接近高位的时候，这种接近高位的时候去追哦，有可能就是会时差下来继续震荡。那你利用时差下来的位置，如果想再买的时候，这个矩形上沿看还有没有买点啊。然后想再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这个周线的牛熊线啊，它已经站上了这个牛熊线，也就是20的 MA 跟 EMA。前面这一根收购的时候，我是一直在跟大家比对，可能就是这一根，然后它这边举行震荡压回，会再破这一个牛熊线，在这边横盘的接近7-8周，现在其实才3周啊，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它还会继续震荡，什么时候到位？有可能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风格转换换到这个狗狗币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的 YouTube。